和严毅结婚不久，我生下一个女孩。产房外，她双手合十，痛哭流涕。医生们都说严毅一定会是个很好的父亲。我曾经也这么认为，直到他初恋的儿子因为尿毒症急需肾源，他毫不犹豫地把女儿绑上手术台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无论是我还是女儿，都只是被选品罢了。女儿因为术中感染去世，她告诉我孩子总会有的。可当我死心决意要离开的时候，她却红着眼眶求我不要抛下她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一看时间，已经过了5点，工作室这边的问题处理完都这么晚了。我才想起还在幼儿园的女儿笑笑，一阵不好的预感在心中泛开。就今天没有按时去接，应该不会出事的。虽然心里这么想，但是脚步一刻也不敢停下。到幼儿园的时候都快闭园了，我心更慌张。老师，笑笑呢？我下午太忙了，还没来接她。我拉着老师的手急切地问。老师一脸狐疑，随后笑着说道：还没放学的时候，笑笑爸爸就来接了，说家里有点事，他没跟你说。听到老师这样回答，我似乎已经知道我的女儿即将遭遇什么，连忙拿出手机搜索定位。上个星期，我无意中听到严毅和他的初恋沈清秋的对话后，就偷偷在女儿的电子手表上装了定位，没想到居然真的用上了。果然，女儿的位置显示在医院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连忙开车赶往女儿所在的医院，火急火燎地向医护人员打听笑笑在的病房，想着应该还有一线希望。可是却是来晚了一步。病房里，沈清秋坐在病床上轻抚她儿子的脸，而我的丈夫严毅把她抱在怀里安慰：别太担心，天佑没事了，马上就会醒过来的。好一个和谐的一家3口。我冲进病房，抓着严毅的衣领，颤抖着说：笑笑呢？你们把笑笑怎么了？其实我怎么会不知道，沈清秋的儿子患有严重的尿毒症，他们计划着要让我的笑笑给他儿子换肾。我眼里充满痛苦和难以置信，他居然为了别人的孩子把自己的女儿送上手术台。沈清秋看到我进来，有些心虚地护住自己的儿子。严毅把我的手拉开，压着声音说：天佑还没醒，你别在这里发疯吵到他。笑笑在另一个病房。我已经心痛得不能自已，严毅看我还要闹的样子，拽着我出去。我疯狂拍打着他：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？笑笑是你的女儿，你的女儿啊！你怎么能让自己的女儿去给他的儿子换肾？严毅抓着我的手腕，眼神里全是鄙夷和冰冷。要不是他还有这点用处，你以为我会让他生下来当我女儿？我愣住了，原来无论是我还是女儿，都只是他的备选品。一群医生急急忙忙地走过来：严先生，您的女儿因为术中感染，在重症监护室里，我们尽力了。没等医生说完，我尖叫着跑进重症监护室。病床上，我的女儿全身插满管子，瘦瘦小小一个，脸色苍白，再也没有以前的活泼。氧气管已经被拔出来了，旁边的医生叹了一口气道：抱歉，请节哀。我跑过去抱住女儿，因为全身瘫软，只能跪在地上，嘴巴大张着却哭不出来。我的女儿就这么死在了病床上。宝贝，宝贝，妈妈来了，你不是最喜欢吃肯德基吗？你醒过来，妈妈带你去吃好不好？妈妈带你去游乐园，我们好久没去了。还有幼儿园的运动会，你还要带妈妈一起参加呢。我抱着女儿的尸体，一遍又一遍地唤着她的名字，可是她再也不能开口回答我了。严毅这时候才和沈清秋一起过来。
他走到我身边，阿音，别太难过了，你以后还会有孩子的。这句话，就连一个陌生人对一个刚失去孩子的母亲也说不出口。他是笑笑的父亲，是我的丈夫，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沈清秋也一脸可惜的样子。陈英姐，我们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，但是既然已经发生了，你也别太伤心了。我相信笑笑在天上，你闭嘴！我怒吼道。杀人凶手不配叫我女儿的名字。我满眼含泪地看着沈清秋和严毅，在你们眼里，我女儿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？她还这么小，被自己的爸爸骗去给别人换肾，最后死在病床上，夜半回魂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良心不安？沈清秋像是被吓到了，一脸惊恐地躲在严毅身后。严毅皱了皱眉，不耐地说：“这是个意外，陈音，你别太无理取闹了。”是啊，在沈清秋面前，无论我做什么都是无理取闹的。与其说女儿是被他们害死的，倒不如说都是因为我。如果我没有嫁给严毅，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。严毅，你真的好狠毒的心啊！我还抱着女儿冰冷的尸体跪坐在地上。助理跑进来，看到这样的场景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严总，沈小姐，小少爷已经醒了，医生说手术很成功。”助理刚说完，沈清秋两眼放光：“真的吗？”他用力摇晃严毅的手臂：“阿义，天佑没事了，太好了！”严毅也显得有些激动，吩咐道：“去超市买最贵的保养品，还有让医生再去给天佑做个全身检查，我们马上就过去。”还真是讽刺，他的女儿死在病床上，他居然还有心思替别人的儿子高兴。看到我，他又恢复先前的冷漠。我要和青秋去看天佑，笑笑的后事我会吩咐人处理，你这2天就好好休息吧。说完，和沈清秋挽着手臂离开。整个重症监护室里只有我和死去的女儿。如果我早去一点点，他们会不会就不能得逞了？现在我应该和女儿开开心心的在家里吃饭，而不是像现在。笑笑最害怕医院了，被送上手术台的时候一定很害怕。他那时在想什么呢？因为是爸爸，他才鼓起勇气不挣扎吧。爸爸，笑笑不怕，知道爸爸一直在外面，笑笑一出来就能看到爸爸了。这么乖的被医生打上麻药，不哭也不闹。医生叔叔，是不是很快就好呀？我还要回幼儿园，妈妈要是接不到我，她会担心的。医生叔叔，麻药有点疼。我在监控室里看着这些画面，泣不成声。今天是笑笑下葬的第3天，严毅仿佛已经忘记了他女儿的存在，照常上下班，和沈清秋去医院看沈天佑。听说沈天佑恢复得很好，严毅看上去心情也好了不少。只是他从不会在意自己刚没了一个孩子。我抱着女儿生前最喜欢的小熊玩偶，站在天台上，风吹得好冷，却没有我的心更冷。我想去找女儿，跟她道歉，兑现陪她去游乐园的承诺。失重感扑面而来，没有想象中摔在地上的疼痛，软垫接住了我，耳边充斥着救护车的声音。很不幸，我被救了。我躺在病床上，严毅和医生在交谈着什么。医生出去后，他看着我说：“陈音，你能不能别总是给我添麻烦？笑笑已经走了，你就算去死又能怎么样？”他摇摇头，无奈地走出去，眼泪已经浸湿了枕头。我恨自己没有早点看清严毅的真面目，恨自己知道他们的计划后还是晚了一步。我妈妈是严毅家的保姆，做了很多年，所以我和严毅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一次意外，我妈妈救下严毅的爷爷，
让我有了和严毅一起上学的机会。不久后，妈妈因为心脏病去世。严爷爷是个很好、很善良的人，知道我和妈妈相依为命，便把我留在严家。严毅很调皮，上学经常逃课，被老师发现还要我帮忙打掩护，所以我免不了很多次都和他一起被罚。他也经常欺负我，扯我的头发，把我写完的作业藏起来，让我帮他收女生的情书。我在他面前就像一个小跟班。但是当有人说陈英的妈妈是严家的保姆，所以陈英是严毅的丫鬟，这些类似的话的时候，我不敢反驳。严毅总是第一个为我出头，召集他的兄弟，把那些说我闲话的人打到给我道歉为止。或许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喜欢严毅的。虽然他不听课，但是成绩总是比我这个认真听课写作业的人高。有他在，我就是万年老二，所以他也经常帮我补习功课。严爷爷知道严毅调皮，便总是嘱咐我多管着点严毅。我经常在他和狐朋狗友抽烟喝酒的时候突然出现，然后给他一个你懂得的眼神，他便乖乖放下手里的烟和酒跟我回家。也会有人调笑，哟，毅哥还是个妻管严呢。严毅也不会说什么，只是给那个人一脚。似乎这样的剧情放在言情小说里，我会是那个被严毅救赎的灰姑娘。但是我知道，严毅心里一直有个人，那就是沈清秋。我们学生时期的校花，算是严毅得不到的白月光吧。他会在沈清秋参加舞蹈比赛的时候，默默坐在观众席的最角落看完他的演奏。也会在沈清秋写不完作业的时候，让他的兄弟们一起帮着写；会在沈清秋生理期的时候，让我教他煮红糖姜水，还有很多很多。这些细节让我知道我和严毅是不可能的，当然严毅和沈清秋也是不可能的。严家和沈家有世仇，两家不仅在生意场上不对付，沈家还背负着严家的一条人命。当年商战，沈家的人害死了严奶奶，所以严爷爷便立下规矩，凡是严家人都不许和沈家有任何交集。偏偏严毅是个倔的，严爷爷也因为他和沈清秋走得太近，揍了他不知道多少次。看到严毅对沈清秋越来越痴迷，严爷爷便立下遗嘱，若是严毅和沈清秋结婚，那么严家所有的财产将全数捐给公益项目，是不再有严氏集团。而严爷爷一早就找我，希望我能当他的孙媳妇。茵茵啊，爷爷就认你一个，爷爷知道你也喜欢小易，是他没福气看不到你的好。严毅知道后和爷爷大闹了一场，对我也越来越疏远。陈茵，你只是我们家的一个保姆，为什么总是在爷爷面前说三道四，让他拆散我和清秋？严毅皱着眉，我第一次从他的话里听出嫌恶。爷爷只是，我想解释，我并没有和爷爷说什么。够了！他厉声打断，你最好认清自己的位置，别妄想有爷爷撑腰就能嫁给我。严毅说完这句话后，更坚定了我搬出严家的决心。毕业之后，我和室友开了工作室，因为时机得当，已经小赚一笔，足够支撑我的房租和日常生活开销。可是爷爷却不同意。我是把你当做亲孙女对待的，你怕不是看我这个老爷子要死了，不想给我送终才要搬出去。爷爷说的心酸，上个月医院的报告下来说爷爷已经没几天了。如果不是他的收留，妈妈去世后我就会流落街头，哪能过得这么好？爷爷，我是想着长大了，不想太麻烦严家。我耐心地解释，你就在这住着，我看谁敢胡说。因为爷爷执意要我住下，所以也就没能出去。严毅开始接手公司，对我还是爱答不理的样子。
我天天忙工作室的事情，也对他的态度没有太上心。中秋节，严毅难得回家吃饭，饭桌上免不了被爷爷数落。你看你都25了，也不找个女朋友，不会还对沈家的那个念念不忘吧？提起沈家，爷爷的语气重了几分。一般爷爷说到这个的时候，严毅总会发脾气放碗离桌，但是这次却没有。他慢悠悠地吃着菜，开口道：“我想娶茵茵。”我和爷爷都是一愣：“臭小子，你再说一遍。”爷爷不敢相信。我想娶陈茵。严毅又重复了一遍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还没开口，爷爷便大笑着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你总算是开窍了。看到你把茵茵娶进门，我就是死也瞑目了。”严毅虽然嘴上说着要娶我，但是却没有给过我一个眼神。我低头吃着碗里的饭。茵茵，茵茵，你是怎么想的？爷爷一脸期待地看着我。下个星期就举行婚礼吧，我刚好有空。严毅打断我的话，其实我想说，这会不会太快了？毕竟严毅之前是不喜欢我的，怎么这么快想要和我结婚？难道他只是想应付一下爷爷？我不想给爷爷扫兴，而且自己心里面也是有严毅的，所以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这门婚事。就这样，我和严毅结婚了。我们没有去民政局，他说这些小事不要老是烦他。几天后，我手里再出现2个红本本，其实也是他这样的身份和地位，只需要说一声就行了。结婚不到1年，爷爷离世了。严毅从最开始浑浑噩噩，开始变成严家挑大梁的严氏总裁。茵茵，我们要个孩子吧。床上严毅抱着我温柔地说。我们结婚到现在从来没有聊过孩子的问题，我还以为严毅不喜欢孩子，一直不敢提。怎么这么突然呢？我的事业最近在上升期，其实我还不是很想在这个节骨眼上要孩子。你不喜欢孩子吗？生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，我会好好爱他。他一边吻着我，我心动了，天真的以为严毅已经放下沈清秋，想要好好和我过日子。而且孩子这个词从严毅嘴里说出来是那么温柔，我甚至都能想象到有了孩子以后严毅当爸爸的样子。怀着这样的期待，我怀孕了。严毅，我怀孕了。我紧紧握着孕检单，因为太激动，所以声音有些颤抖。我想严毅听到这个消息肯定也会激动的说不出话，毕竟他那么想要孩子。可是电话那头却传来不正常的闷哼声。严毅，我加重了语气，心里有些疑影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重新说话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这边工作解决完我就回去。声音没有我想象的喜悦，反而有点松了一口气的意味。你不开心吗？我小心翼翼地问。他顿了一下，没有不开心，我现在还在忙，空下来了再给你回电话，在家乖乖的听话，我先挂了。嘟嘟，我还没说话就传来挂电话的声音。说不失望是假的。和他结婚的这2年，只有在我们刚备孕的时候，他才经常回家，否则要么住公司，要么去外地出差。有时候1个星期连面都见不到1次。现在我才刚怀孕，他也不关心一句。后来我才发现，这只是刚刚开始。我怀胎10月，严毅从来没有陪我去过1次医院产检。抱歉，茵茵，公司突然出了点事情，你让家里的保姆陪你去吧。茵茵，我明天有个跨国会议，不能陪你产检了。老婆，下周要出差，我让助理陪你产检，听话。诸如此类巧合的事情还有很多，他每次说我都会表示理解。这时候他才会抱着我，亲吻我的额头，
我就知道茵茵理解我，老婆真乖。想着她刚接手公司不久，肯定要做出成绩才能不让人看低，我心里也就没那么难受。而且每次产检回来，她都会仔细问陪我一起去的保姆或助理，关于一些注意事项，她比我还清楚。有时候还会叫来家庭医生替我开一些药膳，让我晚上睡得更好，吃得更香。他出差几个星期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伏在我的肚子上听宝宝的声音，真乖，以后肯定和茵茵一样讨人喜欢。我却不懂他想的是，宝宝真健康，以后肯定能给天佑换肾。如果我早知道，绝对不会生下这个孩子。生产那天，医生说妍毅在听到母女平安4个字的时候，双手合十，瘫软在地板上痛哭流涕。大家都在夸他是一个好丈夫、好爸爸。现在想来真是讽刺，一个男人什么都没做，只是在产房外哭了一会，就能被评上好丈夫、好爸爸，却忽略了真正辛苦的还躺在病床上的母亲。知道孩子生命体征平稳后，妍毅就回了公司，连我在的病房都没有踏足。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生疑了。女儿出生以来的每一个阶段，妍毅都不曾参与，就连一个周末的家长会他都不屑参加。以后这种浪费时间的事情不要再烦我。女儿经常委屈地问我，妈妈，爸爸是不是不喜欢我？不是的，爸爸很爱笑笑。说出这句话，连我都觉得心虚。那为什么他从来都不给我过生日，也不和我参加幼儿园的家长会？小朋友们都说我没有爸爸。我把女儿抱在怀里，忍住哽咽，细细安慰她，把她哄睡着。书房还亮着灯，我准备推门进去，却无意看到妍毅在打视频。天佑真棒，爸爸小时候都没天佑这么聪明呢。阿姨，你什么时候来看我们呢？天佑这几天可想你了。明天我就去，带天佑好好玩玩。我的心在那一刻冷到了极点。原来妍毅和沈清秋有一个儿子。吃饭的时候，他明明说明天公司有事，不能去参加笑笑的家长会，可是现在却爽快地答应沈清秋要带他们母子去玩。那我和笑笑到底算什么？沈清秋在几年前爆出来生了一个儿子，我无意间看到新闻，但是之后想起来再去查的时候，这个新闻已经在网络上消失了。我没有太上心，以为只是不实的传闻而已。现在细细想来，从和妍毅结婚开始，一切都有迹可循。在把我丢在家里的每一个夜晚，在冷落女儿的每一天里，他是不是一直在陪着沈清秋母子呢？可是他为什么会愿意和我结婚，还这么着急的要和我生孩子？那时候的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我一夜没睡，在想着要不要和妍毅说开，然后直接离婚。可是想到还不到6岁的女儿，我却不忍心了。第二天晚上，我把笑笑哄睡后，妍毅才回来。原本他嘴角挂着笑，在看到我后，又不自觉换上一张冷漠的脸。妍毅，我们聊一聊吧。正好，我也有话要对你说。我们来到书房，妍毅开口道：清秋和沈家断绝了关系，现在无家可归，还带着一个孩子，我想把他接到家里来。我没想到他说的居然是这件事，我面上一惊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把情人和私生子带到家里来？我大声质问。陈英，你……好，既然你都知道，我也不隐瞒了。如果你不同意，那我们就离婚吧。妍毅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，把离婚说得很轻松。你有没有想过笑笑？她也是你的女儿是？我哭喊着，企图能唤醒她的一点良知。妍毅阴沉着脸，道貌岸然地说：天佑也是我儿子，
我不可能让他们母子流落在外。说完这句话，严毅直接离开了，徒留我一个人在书房泣不成声。为了暂时不和严毅离婚，我对严毅接沈清秋母子进门这件事不再有异议。沈清秋有些惶恐地看着家里的一切，楚楚可怜地说：“谢谢你，陈英姐，多亏了你，我和天佑才不至于流落在外。”她虽然流着眼泪，但是我还是看出了那点隐藏的不屑。沈天佑则是嘟着嘴抱怨：“你这个女人，我妈妈都跟你道谢了，你还不赶紧说不客气，真没礼貌。”这时候，保姆刚把笑笑从幼儿园接回来，看着家里多出来的2个人，有些无措。沈天佑跑上去抓着笑笑的辫子：“你就是笑笑，以后我就是你哥哥，你要是不听我的话，我就打你。”说完，他还用力扯一扯，笑笑疼得哭起来。我连忙过去抱他：“没事没事，妈妈在。”严毅一出来，沈天佑就开始哭：“爸爸，爸爸，妹妹抓我的脸！”呜呜呜！严毅一脸担忧地抱起沈天佑，看到他脸上的抓痕，立马大声质问笑笑：“平时怎么教你的？小小年纪会打人了？”听到爸爸的指责，笑笑哭得更大声了，整个人吓得脸色发白。我也来不及解释，赶紧叫保姆喊家庭医生，抱笑笑上楼。沈清秋母子自从来了家里后，严毅不加班了，也不出差了，每天按时下班回家，大多时候是陪着沈天佑在草坪上玩。笑笑有时候会拿着娃娃去找严毅，叫爸爸也陪他玩。这个时候，沈清秋就会上前阻挠：“笑笑，爸爸在陪天佑哥哥呢，你都和爸爸生活这么久了，应该让着天佑哥哥一点。”笑笑每次都是失望的离开，看着草坪上他们一家3口欢声笑语。这些都是保姆告诉我的，受不了女儿被这样区别对待，把她哄睡后，我找到严毅：“天佑患了尿毒症，我肯定要多陪他一些，你和笑笑能不能懂事点？”语气里全然没有对待沈清秋和沈天佑的耐心。我还想再说点什么的时候，沈清秋穿着纯白色的真丝睡衣推门进来，苍白的小脸惹人怜爱。“阿姨，打雷了，我害怕，你能不能陪陪我？”说完后又看向我：“陈英姐，我和家里断绝关系后，情绪一直很不稳定，你不会介意的吧？”柔柔的声音，哪个男人听了都会受不住。果然，严毅立马开口道：“你先去房间等我，我马上就来，乖。”毫不避讳，我就在旁边。我失望的离开，抓不住的人怎么都会走的。马上就要到笑笑的生日，之前的一次因为工作室有事情没能给他过，是后面补过的。小姑娘还跟我闹几天的脾气，这次说什么也要陪着他。把家里都布置好后，我让保姆去拿蛋糕，自己去接笑笑。“妈妈，今年爸爸也会陪我过生日吗？”小姑娘歪着脑袋问。我不敢给她回答，不知道严毅今晚是在家还是带沈清秋母子出去。虽然我已经知道他心里没有我了，但是在女儿面前，我还是想给她树立一个好形象，起码女儿是无辜的。“我们回家再说好吗？”我只能这样说。回到家还没进门，就是吵闹的声音：“哈哈哈哈！爸爸身上全是蛋糕，我还要玩，我还要玩！天佑慢点，别摔了！哈哈哈！到爸爸这里来！”我连忙开门，发现自己精心准备的惊喜被他们破坏，就连订的草莓蛋糕也被他们拿来涂脸。送给女儿的小熊玩偶被沈天佑踩在脚下，已经脏了。我把女儿放下，看着严毅说道：“你知道今天是笑笑的生日，还带着她在这里闹。严毅，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笑笑这个女儿？”沈清秋朝他儿子使了个眼色，
沈天佑立马会意：“呜呜呜，陈阿姨好凶！呜呜呜，爸爸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配当你的儿子。天佑乖，不怪你。”严毅温柔地给沈天佑擦掉眼泪，完全忽略了在我身后已经泪流满面的笑笑。妈妈，妈妈，我的蛋糕，还有小熊。听到笑笑的声音，沈天佑还故意往小熊身上多踩了几脚。陈英姐，天佑他不是故意的，他还小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实在是忍不了了。沈清秋，你的儿子能不能管好？要是没家教，就不要放出来。话音刚落，严毅就厉声道：“够了，陈音，不就是些小孩子的东西，明天再买就行了。”呵，早就应该想到是这样的。之后的几天，我都强迫自己不去在意严毅和沈清秋母子的相处。直到笑笑发了高烧，我慌慌忙忙让严毅送我们去医院。严毅这个时候已经坐上了副驾驶，却不是为了笑笑。天佑的尿毒症严重了，我得赶快去医院。你还有个女儿，笑笑发了高烧。我在后面喊着，却喊不住疾驰而去的严父。最后还是让保姆抱着笑笑，我开车去的医院。还好笑笑只是因为最近换季，抵抗力又弱了点，才会发烧。在医院退烧后拿了药，我们就回来了。好不容易把笑笑哄睡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去洗澡。经过书房的时候，听到沈清秋和严毅的对话。如果不赶紧进行肾脏移植的话，天佑会死的。阿姨，你说过只爱我们母子，我们才是名正言顺的夫妻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清秋，只是笑笑还太小了，我怕他只是一颗肾而已，又不是要他的命。而且你最开始也答应我了，为了救天佑才愿意和陈音生下笑笑的吗？我捂着嘴瘫软在地，不敢再听下去。我最爱的女儿，居然是他们儿子的肾源。严毅简直就是个畜生，为了救他和沈清秋的儿子，把和我生下的孩子当作他们的肾源。我说呢，他从来不想笑笑，原来是早就想好了。刚刚听到沈清秋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夫妻，我才想起来我和严毅并没有一起去领过证，只是拿到了2本结婚证。按照沈清秋的话说，也是就严毅重婚。因为有爷爷的遗嘱在，严毅公然和沈清秋结婚，可是他其实已经和沈清秋结婚了。为了让爷爷放松警惕，他选择和我结婚生孩子，这样既能掩人耳目，又能救他们的儿子，真是打的一副好算盘啊！为了不让他们发现我已经知道了他们的阴谋，以防狗急跳墙，我偷偷在笑笑的电话手表里装了定位，想处理完工作室的事情后告严毅重婚罪，再带着女儿远走高飞。可是千防万防还是漏了。现在回想才知道，是沈清秋故意安排人在我的工作室挑事，严毅可以提前接走笑笑。等我赶到的时候，已经晚了一步。回想完这些，我才意识到，其实我一直都在隐忍，稀里糊涂的结婚和严毅生孩子，最后让自己的孩子给别人做了嫁衣。我从床上起来，这是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第8天，女儿下葬的第13天。沈天佑被接回来了，严毅和沈清秋百般呵护。可是我女儿的照片还摆在灵堂上，他们怎么能这么安心，过得那么心安理得？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在工作室听那些闹事的人说的话，跳楼没死成也算是上天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为死去的女儿报仇。严毅带着沈清秋母子去医院复查，我收拾好东西，偷偷拿上我们那2本所谓的结婚证，离开了这个充满痛苦的家。回到工作室后，我再翻开那天闹事的监控录像，来闹事的2个人以为这样不会有案底，所以很嚣张。
我抓住他们害怕坐牢留案底的把柄，问出了一点有价值的东西。沈清秋找到他们的时候，保证事情结束后会给他们一大笔钱，但是因为沈清秋已经和沈家断绝了关系，所以这两个人很不信任他。不过之后，沈清秋提到不久后我会拿到一大笔钱，整个严氏都会是我的。就是他们说的这句话让我怀疑，沈清秋和严毅结婚的事情不可能公之于众，这样严家所有的家产都会捐给公益项目。只是经过公证后的严爷爷的遗书，具有法律效益。那么如果是严毅给沈清秋钱财的话，他不会这么嚣张地说将会得到整个严氏。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沈清秋下了很大一盘棋。根据严毅的话，沈天佑是他和沈清秋的孩子，按理说沈家知道是严毅的孩子的话，肯定会买通媒体，大肆宣扬严毅和沈清秋的事情。无论传出来是结婚还是不结婚，严氏都会遭受沉重的打击。这是个很好的机会，沈氏不会错漏。按照沈氏现在按兵不动的做法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这个孩子很大概率不是严毅的。沈氏一向保守，不会做有很大风险的事情。想到这里，我打电话给家里信得过的保姆，让他帮我拿来沈天佑和严毅的牙刷，还跑去了一趟民政局。事情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沈天佑和严毅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虽然沈清秋瞒得很好，但是我还是发现了他准备离开沈家的那段时间，一直在跟一个高中追了他很久的同学在一起。离开沈家后不到1个月找了严毅，然后迅速发生关系，估计是发现怀孕，所以及时找的严毅当冤大头。沈天佑比笑笑大3岁，应该是查出来尿毒症的那段时间，严毅想要和我结婚生孩子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我找到了和沈清秋发生关系的那个男人，他叫徐三。此时的他住在肮脏的城中村里，脸上有好长的刀疤。看到我，他愣了一下，推着烧饼摊子想快点离开。陈三，我叫住他，你就不想报仇吗？他顿住了，慢慢转过头。你能看着自己的孩子叫别人爸爸，而你不过是一个被沈清秋抛弃的棋子罢了。收集好所有的证据后，我叫上负责爷爷遗书的律师，再次来到严家。严毅没有注意到我身后的律师，一看到我就没好气地说：“这些天你去哪了？能不能别老是给别人添麻烦？”我没理会他，打开手机，把屏幕投屏到客厅的电视上。谁来了呀？沈清秋笑脸盈盈，抱着沈天佑出来。看到电视上的画面，他神情僵硬。严毅疑惑地问：“这是谁？”陈一，你还要发什么疯？那就要问沈清秋了，他儿子的爸爸，他不会不认识吧？沈清秋冲过来，想要把电视关掉，被我拦住。你应该不会想到陈三还没死，总不能让天佑一辈子错认爸爸。他瘫坐在地上，知道一切已经无法挽回。电视屏幕上，陈三说着那段时间和沈清秋在一起的细节。我把亲子鉴定报告甩在桌子上。严毅为了别人的儿子，害死自己的女儿，到了这个地步，你会不会对笑笑有那么一丝的歉意？严毅愣神地看着我，似乎还在思考这件事的真实性。直到他看到亲子鉴定报告，才发出剧烈的哭喊声。沈清秋，是你说天佑是我的孩子，你居然敢骗我！笑笑，我的笑笑，不是。沈清秋拉着严毅的腿，天佑是你的孩子，陈音胡说八道。严毅扇了沈清秋一巴掌，到现在你还要再瞒我吗？沈天佑抱着沈清秋大哭。我把严毅重婚的证据交给刘律师，
刘律师，麻烦你按照爷爷的遗书到法庭上公证，还有我要起诉严毅重婚罪。严毅满眼不可置信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这重要吗？我转身离开，严毅叫住我，陈音，笑笑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笑了。事到如今，他还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严毅，你知道吗？笑笑很爱你，从他记事以来，你的每一个生日，他都给你准备了礼物，但是你从来没有把他放在心上。你这辈子都不配当一个父亲，下辈子也不配为人。严毅跪在地上，双手掩面。严氏集团所有的资产，包括严家所有的财产，在几个月后全部变现捐给了公益项目。从此以后是再也没有严氏集团，严家也消失匿迹。严毅进了监狱，听说他在进监狱之前花光自己所有的积蓄，雇佣几个外国人把沈清秋绑架了。几天后放回来，沈清秋全身没一块好地，已经神志不清。几个月后再爆出大新闻，陈三纵火入狱，而受害者正是沈清秋和沈天佑。严毅在监狱里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，希望我能再去看他最后一面，我没有答应。但是给他寄了礼物，那是笑笑每一年准备给严毅的生日礼物。在他接到礼物没过几天，就在狱中自尽了。我来到女儿的墓前，把关于这些事情的报纸烧给她，也算是给了她一个交代。而我呢，生下她，让她遭受这些苦难的我，又该何去何从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